天才医生楚月在急诊科加班到两眼一黑，一睁眼穿越到了70年代的一个重组家庭。亲爹窝囊，继母精明，季姐抢了他的大学成绩，就连亲弟弟也盯着家里唯一的进场名额，全家逼着他给季姐替嫁。这样的原生家庭，不要也罢。于是她真的嫁了。月夜，陆占林可是部队排长，你跟了他是掉进了福窝窝里，往后的日子一定不会差的。瑶瑶她就这次机会吧，月月啊，你把大学名额让给瑶瑶，妈这一辈子都记得你的好。楚月冷眼看着面前哭得好不凄惨的女人，心中毫无波澜，反而有些想笑。原主楚月由于母亲早逝，父亲楚南山便和一个带着女儿的农村寡妇李阿妹再婚了。李阿妹是后妈，自然偏心她的亲生女儿。弟弟楚建军有亲爹楚南山护着，唯有原主明明像个没爹没娘的可怜孩子一样，处处都要受到后妈李阿妹的白眼。原主把人生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高考上，为此她只能拼命学习。可是放榜的那天，原本自己全县第一位置，却被从不学习的继妹楚瑶瑶代替。原主一口气没喘上来，心肌梗塞，直接气得绝了过去。而李阿妹对原主的算计，又何止大学名额，她还要楚月给楚瑶瑶替嫁。新郎是远在边疆当兵的陆占林，这样她自己的亲闺女就可以去上大学了。此时李阿妹咬咬牙，做事要往地上跪。月夜，千错万错都是妈的错，跟瑶瑶没有关系，妈在这里给你跪下，为了我们这个家，你就嫁了吧。楚月还没来得及嘲讽李阿妹的惺惺作态，一旁的楚瑶瑶就怒气冲冲的过来，一把拉住了正要下跪的李阿妹。楚月，我不就是拿了你的高考成绩，你不是很有本事，你那么想上大学，明年再考一次不就行了？你至于这么寻死觅活吗？搞得所有人都欠了你一样。我妈照顾了这个家5年，让父母给你下跪，难道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What？ 良心？她倒想问问楚瑶瑶，她的良心还在不在？她是你妈，不是我妈。我妈在我5岁的时候就已经没了。谁也没料想到往日里就跟受气包一样的楚月，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楚月，你诅咒谁呢？她喊完，立马扭头看向了靠在门边抽烟的男人，转脸变成委屈落泪的模样。爸，你快管管楚月，他说的这是什么话？妈跟你结婚都5年了，楚月这个丫头竟然连妈都不认了。这个男人就是楚南山，明明是一家之主，却一直都没出声。亲弟弟楚建军也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楚月一眼看透了所谓的家庭亲情，真是冷漠无情的。楚瑶瑶是你的女儿，我也是你的女儿，是你的亲生女儿，你真的一点都不心疼我，不在乎我吗？就这么把我赶出家门，嫁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男人？楚南山依旧站在门边一动不动。月夜，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别为难你爸，都说做后妈的不容易，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么多年都怨我。李阿妹装模作样的又要再次下跪。你闭嘴，我在跟我爸说话，你插什么话？所有人都被楚月突然强硬的态度吓到了，连楚建军都意外的抬起头来。楚月，你这臭丫头，真是反了天了！楚瑶瑶愠怒的冲过去，伸手想要抓楚月的衣领。呀！你竟然敢打我！楚月冷冷清清的抬眼，你要是再敢跟我动手，信不信我把你另半边的脸都打肿？你算什么东西？楚瑶瑶彻底愤怒暴走，恨不得跟楚月撕扯在一起。李阿妹赶紧一把拦住，如果真的把楚月给逼急了，没有人替嫁给陆占里，到时候吃亏的可是我们。瑶瑶，不能冲动，要一点一点的吃人。瑶瑶，不要闹，月月是你的妹妹啊。南山，你说句话吧。月月，你是女孩子，女孩子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最后总要结婚的。阿妹再怎么说也是你妈，她不会害你的。陆占林是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等你嫁过去了，2个人好好过日子。闻言，楚月可算是听明白了。楚南山从一早就知道李阿妹姐妹替嫁的算计，可是一丁点也没替亲生女儿考虑过，竟然就把亲生女儿的未来给卖了，真是一位好父亲啊！烦死了！姐，你也别闹了，让邻居们听到多丢人。你结婚，瑶瑶姐上大学，我过几年从技校毕业了，顶爸的搬去钢铁厂上班，我们3个人都有着落，不是挺好的？好一个挺好的，好一个和稀泥！他彻底的寒心了。既然如此，这种冷血无情、没有一丝人情味的原生家庭，不要也罢。行，替嫁就替嫁，我答应了。李阿妹一听，多年白莲花都忍不住面露喜色，扬起来的嘴角压都压不下去。月夜，妈太开心了，你能想通真是太好了。你放心，无论你嫁到什么地方，这里永远都是你家，我们不会弃你不顾的。你别高兴得太早了，要我答应嫁人可以，我有3个要求。月夜，你说，我和你爸都听着。第一，我要500块钱。What？ 楚月，你是疯了吗？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就要500块，你怎么不去大街上抢啊？楚月哼笑反驳道：
500块多吗？你拿着500块上街，看看能不能只花500块就买一个黄花大闺女回来，还是要当睁眼瞎去嫁人的那种。再说了，你们从乡下时候开始就跟陆家订婚了，这10年来，你们每个月从陆家拿的钱有没有10块？要不要我给你算算账？10年下来，一共是多少钱？陆占领愿意给这个钱，是给他未来媳妇的。现在嫁过去随军的人是我，这个钱难道不应该给我吗？月野，没有那么多钱，你爸爸一个月也就35块的工资，姓陆的就是一个大头兵，根本没有的。大头兵，你刚才说陆占领是部队排长，他当初要是没给你钱，你会让楚瑶瑶跟一个即将上战场，以后生死未卜的男人定亲？楚月轻飘飘的一句话，把李阿妹的老底都给掀了。我没钱，我真的没那些钱，你一个当女儿的，就这么狠心吗？是想逼我吗？你说这个话难道不觉得可笑吗？到底谁逼谁？我说了500就500，少1块钱我都不嫁。她明明是花季少女，却莫名其妙多了个儿子，而且她还要马上带着这个毫不相干的儿子去寻找自己从未谋面的未婚夫。原来这一切都是继母搞的鬼。孩子，快叫妈，她以后就是你妈妈了。前1秒结婚，后1秒无痛当妈，哪怕坐火箭也没这个速度的。楚月完全懵了，看着李阿妹皱了皱眉。月夜，这是一个可怜孩子，他妈妈是陆占领的亲姐姐，早些年嫁给了同村的庄稼户，原本是能过上好日子，可惜命苦啊，结婚没几年人就疯了，被婆家赶了回去。她在村子里疯疯癫癫乱跑了好些年，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怀孕了，生下了这么一个孩子。陆占领是个好人，他知道了情况后，找村支书办了领养手续，收养了这个孩子。陆占领是这个孩子的爸，你不就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吗？他让你去随军的时候，顺道把这个孩子也给带上。卡尔，叫妈，有了吗？你以后就有人疼了。李阿妹说着话，用手重重推了一下小男孩瘦弱的肩膀，差点摔在楚月面前的地面上。楚月看不下去，伸手扶了一把。多好啊！你们快看，母死子孝的画面，多好啊！屋子里的所有人都看着李阿妹一个人演戏，十分尴尬。楚月看到小男孩身上的衣服十分破烂，体温更是低得吓人，不禁心生怜悯。你叫什么名字？元宝。陆元宝倒是一个好名字，你以后就归我管了。他一手拎起小男孩，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楚瑶瑶的房间。还不快去烧水，我要给我儿子洗澡。李阿妹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楚月竟然一口一个儿子的叫上了。水盆里倒了2个热水瓶的热水，楚月伸手试了试水温，有些烫。他抬眼看向缩在角落里的陆元宝，小小的身体蜷缩着，看起来像个可怜虫，但2只小手紧紧握成了拳头。过来，脱衣服，洗澡。小男孩一动不动，一直蜷缩着，却在楚月伸手过去的瞬间，他飞快地出手，抓向了楚月的手背。你要是敢动手抓我，我现在就把你扔出去，是要光着身体受冻，还是乖乖听话洗澡？你直接选。陆元宝坐在温暖的水盆里一动不动，楚月满意的笑了笑。行，既然选择洗澡，那就乖一点。等洗完澡，陆元宝被塞进被子里之后，他从来没感受过这种柔软，不敢置信的眨了眨眼睛。躺被子里不要动。楚瑶瑶，把洗澡水拿去倒了。妈，你看看他竟然还让我倒洗澡水，那是我的房间，我好多东西都没拿出来，怎么能让那个小乞丐在我屋里洗澡？瑶瑶，你忍一忍，最后一个晚上了，等明天他们2人上了火车，这个家里还不是你和我说了算。可是什么可是？不让楚月嫁过去，难道你想嫁过去去当小乞丐的后吗？妈，我又不是疯了，怎么可能愿意嫁给陆占领？他都30岁了，村支书还说他受了伤，脸毁了，腿也断了，不然怎么会从前线退下来？我才不要嫁给他！你既然不想嫁人，就安分点，都听妈的，妈都给你安排好了。等楚月走了，你去护士上大学，只要到了护士，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啊？母女2字以为小声的算计着，殊不知隔墙有耳。楚月把李阿妹母女俩的对话听了个清清楚楚。怪不得李阿妹从一开始就把婚事算计到了原主头上，原来陆占领是个毁容又残疾的老男人。想到这里，楚月眼珠一转，立马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几分钟后，他就找到了被楚瑶瑶藏起来的成绩单。如果举报信写给本地招生办，很可能被人中途拦截，达不到举报的效果。所以这一封举报信要直接写给护士录取楚瑶瑶的大学新生招生办。对，他要写举报信举报楚瑶瑶，让她上不成大学。等做完这一切，楚月转头看去，元宝睡着了。他轻轻整理了下被子，将小男孩压在被子下面的嘴巴露出来。妈妈，这下还真成了他的便宜妈妈。不过看看自己手指的冻疮，再想到陆元宝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楚月再一次深深皱眉。
丁，随身空间007正在启动中，请稍等。随后一道白光闪过，楚月立马来到了随身空间里的虚拟世界。这里面有他所有的囤货物资，足足有上百亿，其中的药品尤其珍贵。先前还好好的陆元宝，此时浑身滚烫，脸色苍白，额头上冒出冷汗，双手还正死死捂着肚子。这是生病了，但是看起来不像普通的发烧感冒。烟宝，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疼，肚子好疼的。一听是肚子疼，楚月立马伸手去摸陆元宝的肚子，肚子竟然有些突出，还是硬邦邦的，这实在是太蹊跷了。楚月面色沉凝，忍一忍，吐出来，把你肚子里的东西都吐出来，你才会舒服。等元宝吐完以后，楚月以为他看到的会是没有消化完的食物，然而陆元宝吐出来的竟然是一团一团的观音土，还有树皮。你从村子里被带到城里几天了？3天。楚月一听，恨恨地咬了咬牙。李阿妹早在3天前就把陆元宝接了过来，陆元宝活生生挨了3天，实在是乐得受不了，不得不用观音土和树皮果腹。这让他觉得他先前对李阿妹的报复还是太少了。你接着睡，要是难受了就喝水，稍微可以吃点饼干，但是不要吃太多。叮嘱完这些，来到客厅，楚月站在屋子的最中间，冰冷的眼神扫视过女孩，只是动了一下手指，屋子里的昂贵家电就全都消失不见。然后女孩又走进厨房，一抬手，厨房里的米面油也消失不见，接着她和这些东西就出现在一个仓库里。这下好受多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女孩对继母一家子的报复。烟宝，醒醒，肚子还痛不痛？不疼。不疼就行，起来穿衣服，我们现在出发去火车站。楚月弯腰，陆元宝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小小的身体往前趴在了楚月的背上。你放我下来，我能自己走。别动，你只是一个小孩子，有生者病，能走多快？别耽误我时间，抱住我脖子，乖乖趴着别动。夜色下，楚月坐上了清晨的第一班公交车。1个小时后，楚家爆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声：有小偷，进小偷了！天杀的小偷，竟然把我们家都给偷空了！我的缝纫机，我的白砂糖，我的猪油啊，这么多东西全都没了，之后的日子可怎么活啊？楚月呢？他怎么不见了？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该死的臭丫头，这是要我们全家人都饿着过年啊！李阿妹的恶毒咒骂声再也传不到楚月的耳朵里。她要坐火车，随军去了。车厢里，楚月的位置靠着走道，靠窗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一个男人。从楚月的角度看过去，看到一张轮廓硬朗、眉眼深邃的侧脸。楚月很久没看到过让人一眼惊艳的男人了，随即泛起了花痴。再仔细看去，男人的领口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抹墨绿色，原来是当兵的，怪不得身上带着一股狠劲。就在此时，身后的一位大娘也同样在一直盯着楚月。大妹子，你多大啊？怎么一个人坐火车？这是要去哪里？走亲戚还是去找对象啊？这个孩子是你弟弟吧？你们俩长这么像，一看就是亲姐弟。楚月斜睨了对方一眼，表情清清冷冷的，没搭一句话。大妹子，这趟火车是去南方的，你去南方是为了找工作吧？大娘，我在南方工作都几10年了，邮政局里我都认识人，像你这样的姑娘，最适合去邮局发电报了。你想不想去试一试？楚月一开始只觉得中年大娘话多的有些烦人，但是找工作这3个字一说出来，她立马明白过来了。这是个人贩子，人贩子最喜欢利用年轻女孩迫切想要赚钱的心理，一番天花乱坠的话语，把年轻女孩骗走，最后卖去逃不出的深山里。大娘，真的有这么好的工作？在楚月说话的时候，一旁靠窗的军装男人神情严肃，低低咳嗽了起来。有，当然有，现在南方人多，机会多，好工作自然也就多。大妹子，像你这样漂亮又文气的姑娘，打着灯笼都难找，介绍你进邮局工作，那是妥妥的，全都包在大娘我身上。等你进了邮局，1个月光工资都有40、50块，周围认识的人全是拿着铁饭碗的，到时候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啊？结婚都不用发愁。楚月听着这些话，不以为意的哼笑了一声。中年大娘还以为楚月是心动了，想要拽着楚月的手。大妹子，你信大娘说的话，我们萍水相逢的，我骗你干什么？楚月一下打飞了中年大娘的手。大娘，你有这么好的门路，还是给你自己留着吧。你要是有1个月40、50块的工资，也不用穿着打补丁的皮鞋坐火车了。大妹子，你怎么说话的啊？我是好心才给你介绍工作，你怎么给我摇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啊！大娘，你真能把人介绍到邮局里工作？你看看我这外形条件行吗？人贩子大娘立马闻到了猎物上钩的气味，挤出满脸的笑容。可惜啊，你这个年纪大了点，不过有我在，多说点好话，
也不是不行。真的吗？女同志的情绪被中年大娘拿捏得死死的。大娘，我要是能找到工作，我一定好好谢谢你。谢什么谢，举手之劳罢了。妹子，你哪一站下车啊？我到昆城下车。你是去昆城啊？那我们是一个地方的，明天一早火车到站了之后，我们一起下车。好的，大娘，都听你的。妹子，你一定渴了吧？大娘，我带了水壶，给你倒一杯。楚月一眼看出那一杯水有问题，肯定下了蒙汗药，这是人贩子常用的手段。楚月的手臂不偏不倚地打在中年大娘的手腕上。大妹子，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想找工作，还不让别人找工作了？大娘，我坐太久身子麻了，想伸个懒腰活动下，怎么就偏偏碰到你了？你看这水都洒了，还是别喝了。中年大娘面容扭曲，想发火却被楚月的一番话硬生生堵了回来。说着话，楚月往身旁的男人靠近。这位军人同志，麻烦你帮个忙，跟我演一场戏。大娘，我看你年纪大了，眼神不太好。你刚才说这孩子是我弟弟，完全说错了，这孩子并不是我弟弟，而是我儿子。你结婚了？中年大娘惊讶，上上下下打量年轻面嫩的楚月。我不仅结婚了，身边这位就是我爱人。中年大娘睁大的眼睛一下子瞪得更大了。难道真的看走了眼了？不可能，你们俩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结了婚的夫妻，你这小姑娘一定是在乱说话。楚月不再废话，元宝，喊爸爸。爸爸，乖。这一幕还真是像极了亲生父子。他奶奶的老天爷了，难道还真看走了眼？大娘，你现在醒了吧？看在你眼神不好的份上，我再提醒你一句，看清楚了，我男人是当兵的，穿着军装呢，专门在火车上抓社会败类，比如什么小偷啊、强盗啊，还有人贩子。听了楚月的话后，大妈整个心口都慌了起来。大妹子，你别乱说，我哪里敢打你的主意？没有的事情都是没有的事情。这之后，中年大娘再也不敢跟楚月说一句话，连看一眼都不敢。楚月转头看向军装男人，男人也正看着他，两个默契的谁都没有说话。可是他却注意到男人的肩膀有点不对劲，他的右边肩膀一直耷拉着，而且脸上不时显出痛苦的表情。楚月打开背包，拿出2个鸡蛋，轻轻拍了拍一旁男人的肩膀。什么事情？给你，该吃午饭了，填饱肚子要紧。男人没有立马开吃，而是把鸡蛋给了一旁的元宝。陆元宝咽了咽口水，把鸡蛋递给楚月，给你吃。吃你的吧，小小年纪操什么心？小孩子就应该有小孩子的模样。陆元宝，往后我带你过好日子，我们天天都有鸡蛋吃。你们先吃吧，我去就回。楚月看着军装男人朝着车厢走去，视线落在他侧身的肩膀上，微微蹙了蹙眉。不多时，他也跟了过去。别乱动，让我摸你2下。火车上，女孩看到兵哥哥长得帅，就迫不及待地追了上去，嘴里还喊着虎狼之词。别乱动，让我摸你2下。这可把兵哥哥吓得不轻，连忙后退2步。别误会，我只是想确定一下，你的肩膀是不是受伤了？说着，楚月一手按着军装男人的肩膀，另一手抓住了男人的手腕。身体放松，别用力，跟着我抬手。紧接着就听到咔咔2声，军装男人原本皱紧的眉心突然的松开，眉眼之间尽是惊讶。不疼了？现在可以动了，你活动活动肩膀。军装男人转动肩膀，轻松自如，跟没受伤一样。你懂医术，是医生？说不上什么医术，会一些正骨的手法而已。先前你帮我演戏，现在我帮你正骨，我们俩两清，算是扯平了。既然扯平了，就没有什么好聊的。楚月转身就走，他更担心一个人在座位上的陆元宝。军装男人看着楚月走远，黑眸深处闪耀着微光，因为他见过楚月，在他申请结婚的报告上贴着楚月的1寸照片，照片上的楚月看起来更年幼，也更青涩。如今的楚月已经是出水芙蓉，而军装男人的身份正是楚月传说中残疾又毁容的老男人陆占林。陆占林此次外出执行特殊任务，发生了一点小意外，导致他肩膀受伤，没想到竟然在火车上遇见了他的老婆。陆占林难得出神，另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从陆占林身后的车厢门里走进来，来人叫徐峰，3团5连的连长，是陆占林的下属，也是老战友。陆团，刚才我可都看见了，那个小姑娘是不是对你投怀送抱，还往你胸口上撞？文工团的姑娘追着你就算了，怎么坐个火车也有小姑娘看上你，真是艳福不浅。别胡说。陆占林敛了敛神情，眉眼带着锐利。你怎么出来了？新兵有没有闹事的？闹什么事？有我在，他们倒是敢。徐峰仰头骄傲了一句，递给陆占林一个小纸包。陆团，我问了一圈，要到了1颗止疼药，你别生忍着，吃了止疼。不用了，我已经好了。
他当着徐峰的面，自然灵活地转动肩膀。好了，怎么就好了？难道火车上有医生？徐峰双眼瞪大如铜铃。陆战里没有解答徐峰的疑惑，转移了话题。徐峰，这节车厢前段第5排左侧的位置有个50来岁的中年大娘，短发，穿深蓝劳动服，你派个人盯着她，等她什么时候下车了，把人抓起来送车站派出所。这个人是人贩子，让他们好好审一审。哼，天杀的人贩子！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盯着他，保准他逃不了，进去吃牢饭。陆战林点了点头，转身走回他的车厢里。哎，怎么就走了？你还没说手臂是怎么好的？还有刚才那个小姑娘，你们什么关系？你没事跟她靠那么近干什么？看着陆战领头也不回的走远，徐峰心里酸溜溜的。真是同人不同命啊！一样都是当兵的臭老爷们，怎么就没小姑娘看上我啊？入夜，车厢内熄灯，只有微弱的亮光。陆元宝在啃了几个馒头之后，小脑袋一捶一捶，开始打瞌睡。楚月轻轻拍了拍陆元宝，别吃了，困了就睡，馒头我放起来，明天再吃。陆元宝勉强撑开一条缝隙，将剩下的半个馒头交给楚月。元宝，你趴在我腿上睡，这样舒服些。楚月拿出一件外套盖在陆元宝的身上，随着火车的摇晃，他也困极了，渐渐闭上了眼睛。楚月身体往一侧倾斜，眼看正要摔到地上，陆战领一个箭步上前，稳稳地接住了楚月。不过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他干脆坐在楚月的一旁，两人是那么近，近的能看清楚月脸上的睫毛。楚月的脸颊贴着陆战领的外套，甚至还轻轻地磨蹭了一下。陆战领身体一僵，不敢动作，就怕把楚月给惊醒。翌日清晨，列车员穿过车厢，扯着嗓子大喊：到站了，到站了，前方10分钟后到站停车，全都醒醒，到站了。楚月在叫喊声中瞬间清醒，立马坐直了身体。他看看盖在身上的大衣，下意识地摸了摸嘴角。不用担心，你睡着的时候很安静，没有流口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忍着窘迫，强装出镇定自若。对不起，压到你肩膀了。前一个道歉还没完，楚月接着又看到了在陆战领怀里呼呼大睡的陆元宝，脸颊上立刻浮出一抹羞臊的嫣红。陆元宝，陆元宝，醒一醒，快过来！真是的，别以为喊一声爸爸，就真把人家当免费爹了。陆元宝一溜烟从陆战领怀里下来，身体晃了晃，差点摔在地上，还好陆战领眼疾手快，伸手扶了一把。就在这时，楚月忽然想起来一件事，糟了，昨天的中年大娘不见了，没能押这种人去派出所，真是便宜他了。楚月不知道陆战林已经安排人在火车站台就把人抓了起来。元宝，快说谢谢叔叔。谢谢夫妇。陆战林不喜欢叔叔这个称呼，但是脸上却不能显现出来。我昨天吃了你2顿馒头，晚上照顾你们睡觉，我们两亲算是扯平了，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楚月这么一听，倒也觉得是这么回事，神情慢慢镇定。弄完这些，楚月牵着陆元宝的手准备下车。他回头看了一眼陆战林，他脱掉外套之后，露出一身墨绿色军装。楚月的花痴又犯了，真可惜，这么养眼的男人以后恐怕见不到了。楚月径直下车，刚走到火车站的站台，就听到前方车厢前面传来一阵高亢喊声：全体列队，前后队齐，开始报数。他原本就想下火车之后打听一下怎么去部队大院，赶巧了，得来全不费功夫。他找了一个穿着军装，一看就是军官模样的人。同志你好。徐峰听到声音一回头，看着眼前的小姑娘有些眼熟。这个小姑娘不就是昨天跟陆战领抱在一起的那个？徐峰心中震惊错愕，难道现在小姑娘都这么大胆，不仅在火车上缠人，还要追着去部队？可是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是弟弟还是儿子？难道还买一送一？楚月不知道面前这个糙汉子军官在想些什么，只觉得这人看起来很正气，就是好像有些呆呆傻傻的。同志，我叫做楚月，是来随军的家属，这是我的个人证件，这个是我的结婚证，我想去部队大院，同志你能帮我指个路吗？或者是带我一程吗？徐峰又是一惊，这小姑娘还是结婚的，那怎么跟陆战里拉拉扯扯呢？他压了压心底里的疑惑，接过楚月递过来的证件，仔细检查了起来。花季少女带娃坐火车千里寻夫，本以为自己的军人丈夫是个又老又丑的排长，可是等她报出丈夫的姓名，就连长都吓了一大跳。你是说你是陆战领的媳妇儿？是，我是陆战领的爱人。陆战领是西南军区的士兵，他应该是个排长。徐峰手里按着证件，看看楚月，又看了看楚月的身后。其实陆战领就躲在楚月不远处，他不但没有走近，反而朝着徐峰摇了摇头，好像在对暗号一样。徐峰秒懂，可他心里还是有很多疑惑。这小姑娘是真的不认识陆战领，一路坐身旁都没认出来，就连陆团的军衔都说错了，没见过面的两人就这样成了夫妻。证件还给你，小心收好，
你既然是随军的军属，我们部队不会亏待了你。去大院的路程我来安排。说罢，徐峰转身看向身后，宋七出列。宋七高喊一声，然后一路标准小跑过来，在徐峰面前敬礼。徐连长，宋七，这位是陆占领的爱人，他要去部队家属院，你不用随大部队了，开辆车送嫂子过去。宋七一听这个话，双眼瞪大，脸上就写着一句：团长啥时候结婚的？我怎么不知道？徐峰见宋七这个反应，一把拉着宋七背过身去，压低声音道：关于陆团结婚的事情，路上什么都不准问，什么都不准说，人家两夫妻的事情，你一个外人别插手，记住了没？徐连长，我记住了。行，路上小心，这可是陆团的爱人和小孩，千万别出事，安全送达，保证完成任务。楚月看着这两人鬼鬼祟祟的，要不是看他们都穿着军装，他都要带着陆元宝跑路了。陆元宝也觉得奇怪，黑溜溜的眼睛不安地看着楚月。不会有事的，他们都是军人叔叔，我们可以信任他们。嫂子，一路辛苦了，把背包给我，我来拿。嫂子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这边走，你跟紧我。这一声声的嫂子，听得楚月有些不太适应，同时他还有些疑惑。陆占领就只是一个小小排场而已，他们对我用得着这么热情吗？还是当兵的对随军家属都这样？嫂子，要不要我帮忙抱孩子？出火车站的时候人多，孩子这么小可能会挤到。楚月听宋七说的在理，点了点头，把陆元宝交给他。宋同志，谢谢，麻烦你了。宋七听着楚月轻柔的南方口音，突然脸上一红。嫂子，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的。这边陆占领看老婆走远，这才走出来。徐峰走到他身旁，哼笑了声。我们陆团长什么时候连降3级，都成了陆排长了？我怎么不知道呢？这是空着位置让我晋升。我告诉你，团长的位置我可不坐，天天去军部开会，比野外训练还要累，谁爱干谁干。陆占领斜睨了徐峰一眼，冷冰冰的默不作声。徐峰收起调侃，问出了他心中最大的疑惑：陆团，你媳妇真的不认识你？她不认识，我们没见过面。其实他们两人被定亲是陆占领父母一意孤行的决定，就怕万一他哪天牺牲在战场上。徐峰这个丈二和尚还是不明白，嫂子不认识你，可是你认识她啊。火车上那么多座位，偏偏你们两个人坐在一起，这就是缘分。你怎么不跟嫂子相认？我是给她选择的机会，希望她以后不会后悔。什么机会？候车站外，宋七很快安排了一辆吉普车。嫂子，上车，我们坐这辆车去部队。吉普车有些颠，你们路上受得累，但是吉普车开得快，能早一点到大院，也能早一点到家休息。没事，我喜欢吉普车。陆元宝一直生活在农村，见过牛车驴车，至于吉普车，他压根没见过。元宝，上车了。吉普车太高，陆元宝跨不上去，是被楚月一把抱上去的。吉普车一路飞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颠簸的厉害。一开始还兴致勃勃看风景的陆元宝，很快胃里就翻江倒海的难受，他晕车了。不能吐，千万不能吐出来。这2天他吃的可全是白面馒头，还有鸡蛋，千万不能吐出来。楚月察觉到陆元宝的不对劲，宋师傅，麻烦把车停一下。于是他招手先让宋七先停车缓一缓。元宝，好点了吗？想不想吐？难不难受？没事，我不吐。不吐就喝点水，漱漱口。宋七站在一旁束手无策。嫂子，真对不住，我不应该开那么快的，害得你们受苦了。没事，这不是你的错，是我没照顾好孩子。他让陆元宝喝了水，又抓住陆元宝的手腕，不断按压手掌下方的穴位。就在楚月给陆元宝按穴位的时候，他看到路边长着郁郁葱葱的野草，他一眼认出那是薄荷。楚月走入野草丛中，摘了一大把薄荷叶子。嫂子，你摘野草做什么用？这野草是薄荷，可以缓解元宝的症状。楚月把薄荷塞给陆元宝，让他捂在口鼻处闻气味。舒服些了吗？好多了。陆元宝就像个少年老成的孩子，一脸内疚。对不起。道什么歉？你又没做错事情。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无论是恶心难受，还是肚子疼，你都不要忍着，要说出来，记住没？记住了。终于，远远的能看到一片小平房了，那就是部队。要进入大院，必须先经过部队的岗哨亭，2个带枪哨兵正在值班站岗。那是什么人？把证件拿出来。楚月拿出证件。嫂子，我来。宋七抢先接过证件，跟那2个哨兵压低了声音：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这是陆团长的爱人和孩子，他们是来随军的。 2个哨兵一听，纷纷瞪大了眼睛。谁的爱人和儿子？打开证件一看，就写着陆占领3个字。陆团长啥时候结婚的？你说那是？什么是不是的？嫂子坐了一路的车，要赶紧回去休息，别在你们这里浪费时间，认真站你们的岗。
宋七重新来到楚月的身边，嫂子，我们现在能进去了，我带你认人路。会不会太耽误你时间？不会，什么事情也没嫂子你重要。这都要中午了，嫂子你们带干粮了吗？要是没有，我回头去部队食堂打了饭菜再送过来。宋七一路上跟楚月熟悉了不少，说话多了，还有些热情过了头。不过楚月又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好像有什么事情就在面前，就是看不透。不过很快，这个谜底就揭晓了。几人快到家属区门口时，直接撞见了一群聚在一起的军属。哟，这不是宋七，你不是跟着徐连长出去带新兵了？没听说新兵进部队啊？你怎么先回来了？就是说啊，陆团长都没回来，你一个人怎么就回来了？小七，你该不会是偷偷结婚去了吧？这是你媳妇儿，怎么还有个这么大的孩子啊？眼瞅着即将要发生天大的误会，宋七心急的脸都快涨红了。